此次航展，我国歼115舰载机总师表示，下一代舰载机今年就可以看到了。那么下一代舰载机何时能服役，具体又是怎么样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这一次的珠海航展，尽管所有人都非常期待的最后一款20没有出现，但是怎么说那也是憋了2年。我国的军工企业这一口气拿出的好东西也着实是不少。无人机方面的眼花缭乱就不说了，哪怕是众人都非常关注的我国几个航空方面的大件装备，这一次的航展上要么已经出现，要么那也是已经有了确切的消息。就比如说我军的下一代舰载战斗机，珠海航展上除了对装备的展示之外，对于各大装备的研制总师的采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毕竟这些总师可是处于装备的研发一线，他们透露的些许消息往往也非常靠谱。而这一次在对歼115舰载机总师孙聪的采访中，在记者问到下一代舰载机何时能和大家见面时，这位总师的回答那可就相当让人激动了。孙聪总师回答道，舰载机很快就有下一代了，不用过今年就能看到了。这句话的信息量可以说是相当大，尤其是这个时间节点，要知道现在已经是11，距离今年结束也就还剩3个月的时间。尽管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有消息称我国的下一代舰载机将会在今年首飞，但是这一次可是总师本人亲自确认，还是相当令人激动的。当然了，有不少老铁都觉得别到最后发现总师说的却是歼115的弹射型，毕竟这也算是一款新的舰载机。不过考虑到总师原话是下一代，而歼115T 顶多也算是新型舰载机，和华越型属于同一代，因此虎哥觉得总师说的大概率还是传说中的海4代，或者说俄标的5代机。其实这一次的航展上，沈飞也拿出了 FC31的1:1模型出来参展。经过仔细观察，这一架模型应该还是2年前航展上展出的那一款模型。而我国的下一代隐身舰载机其实倒真不一定就长这样。此前武汉的航母楼上也出现过一款1:1的隐身舰载机模型。武汉航母楼的特殊性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出现在这里的飞机模型之后都已经正式列装了我国海军。而与目前的 FC31 相比，那一架隐身舰载机的气动外形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首先是块头更大，或者说更胖，尤其是机身背部那是相当丰满，不像目前航展上展出的 FC31 这么纤细。这也和海军的需求有关系，作为海军舰载机，需要兼顾空战和制海或者对陆攻击，一个大弹舱那是少不了的，同时也得有足够的作战半径，因此油箱的体积也不能太小。想要增加这些空间，那战机本身肯定就得往大了做了。当然了，这样的气动外形设计基本上也就意味着我国的隐身舰载机本身的飞行速度恐怕是不会太快了，甚至有可能会像美国海军的 F-35C 一样，没有超音速巡航能力。这一点其实倒也正常，在雷达和空空导弹愈发先进的今天，战机本身气动能力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很多了。要说我国的新型隐身舰载机与 FC31 有没有关系，虎哥觉得应该还是有，不过这改动就相当大了，基本上可以说就是2款不同的型号。而这一次 FC31 出现在航展上，也不一定就是因为它是未来的舰载机。要知道现在有不少国家都拿出了自己的5代机方案，甚至还有外贸版，比如韩国。不管这些国家到底有没有能力真正的造出来，至少这个样子是做足了。而我国目前歼20是不可能对外出口的，那能拿出手的也只有沈飞的 FC31 了。这款验证机的完成度那可是要比国外那些眼花缭乱的 PPT 要靠谱得多。言归正传，这一次孙聪总师说我国的下一代舰载机会在年内首飞，这个进度可以说也是很快了，毕竟按照5到10年的研发时间来说，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不过从首飞到正式服役，中间至少还得需要数年的时间。就比如说歼20，从2011年首飞到2017年正式列装，中间过去了6年时间。
哪怕是我们现在有了丰富的隐身机研制经验，恐怕新的隐身舰载机想要正式服役，也得等到2025年左右了。因此，中间的歼 15T 这款过渡机型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大家也只需要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